中国本身排除它的传统的领域，它创新科技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那一套了。看今天在这个 AI 领域，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走向，芯片大部分都是华裔为主。其实现在机器人很像也是中国，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这个也是中国人、华裔或者华人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包括在马来西亚在内。当一个领域很火的时候，每个人就冲进去。现在机器人听说在中国有大概150家相对有规模的机器人，好卷哦，150家，对吧？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中国也有可回收火箭啊。提到可回收火箭呢，我们就来聊聊 SpaceX。到至今为止 ，SpaceX 还是亏损，还是不赚钱的一家公司。其实你买它的股票，就是你相信它。讲一个更难听的，万一有一天Elon Musk 发生什么事了，SpaceX 还会这么值钱吗？我相信不会，至少砍一半吧。所以你用传统的那种价值投资啊、基本面分析啊，你是找不到你要的答案。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你好，我是能杰。我相信呢，投资人在上半年呢，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心情的转折啊。特别是上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市场上面的变化，包括了像是地缘政治，我们看到这个战争是打打停停啊。那在我们自己本土呢，我们也看到有几场的州选啊。那其实是不是也意味着说，这个州选，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是不是又有一些的变化呢？是不是又代表着不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今天我们这次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祖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祖翰，欢迎你。能杰，早上好。是，好，那祖翰，其实先来聊聊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了。好，最近都是因为上半年给特朗普搞到大家都比较头痛，所以在这一个比较不确定的这个环境上，不管你是投资股市也好，做生意也好，大家都是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特别是新年过后，其实今年的1月跟2月，其实马股啊，甚至世界股市都表现得不错，表现得不错。然后过后来到了这个3月，突然战争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这些新兴市场，特别是都被受影响到，而且特别是因为这个我们叫做供应链的问题油价的问题，然后甚至一度也有传到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也不够油在假如那个战争没有停息的话，我们还不够这个自己的供给。所以我们是媒基金经理，在这段期间也是比较忙，是因为我们要确保风险有所控，然后我们所有顾客的这些资金都是不会严重亏损，而且还有机会的这个反弹。了解。所以上半年的整个情况呢，我觉得可能对投资人来说，它是会有风险，但是也是会有机会的。但是祖翰，你觉得说接下来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它其实是不是还会对我们的整个市场带来一些的连锁效应？还是你觉得说，其实市场已经也都习惯了？比如说这个战争打打停停的模式，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了。我觉得习惯多多少少都是习惯了，毕竟都已经是特朗普执政的第2到第3年左右了，所以他们都知道，只要他在位，不确定因素永远都会存在，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从我们自己的投资组合，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风险的把控，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然后现在的情况，对于马来西亚马股来说，它其实跟过去2-3年我上你们节目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又让我回想到是在2022年11月，这个安华的政府上台之前的那一个阶段，那种不确定，州选连着州选，然后过后，这个西盟这个执政联盟就一直在打败仗嘛，这个时候，所以让我联想到2022年那段期间。其实那段期间，其实在你看回那个股市，其实马股是表现得不好的。所以你从历史过去的发生，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趋势。所以我是觉得从马股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比较注意，比较小心。除了蓝筹股以外，很多不管是中小的这个 small mid cap stock 啦，都要比较小心，而且同时那种仙股啊、炒股啊，可以避开，就一定要暂时在这段期间避开，因为政治的情况不明朗。
那其实接下来市场还没有哪一些黑天鹅，还有哪一些课题，其实是投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嘛？你刚才有提醒到马股的部分嘛？那如果是美股呢？假如你说国际性的话，一直以来只有两个，我觉得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就是或许是处于这个 AI 泡沫，所以今年很多人都 talk about memory DRAM shortage 嘛，这一个就是主要是3个公司就是主要收回了，就是 Micron 这个 SK Hynix 还有这一个 Samsung， 然后你看他们的那个市值都冲破这个1兆1 trillion US 的这个 market cap， 然后同时你也看到这个Kospi每一天的大幅度的波动啊，根本就像一个赌博的那种情况。这一些证明了什么？这就是主要都是 hyperscaler 还有 AI 趋势带动，然后它 encourage 了很多这一些 spending， 所以就带动了整个 market 的 shortage。连普罗大众也是受到影响嘛，就假如你用苹果手机啦，它的这个涨幅非常高。整体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多多少少有一个泡沫的这个痕迹了。几时泡沫可以延续一段期间，它才会爆嘛？但是这个泡沫实实在在是存在，不是说 AI 科技是一个泡沫，是 AI 科技带动的这些发展的开销、投资的活动、数额，还有股价的波动，这个的确是有泡沫，我们不可以否认。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韩国特别是那些散户都已经是拿家产物质去跟银行抵押来炒股，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要想回去马来西亚有没有经历过呢？有，就是1997年风暴之前那一段期间，也就是这样啊，很多人都是利用身上没有的钱去做投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在韩国实实在在在发生着。是，所以其实主汉来这边很多次，觉得会一直邀请主汉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比较一致，我们都是比较推崇价值投资的嘛，对不对？所以在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观念的前提之下，其实你会怎么样子来劝告我们现在的投资人啊？特别是他可能手上持有很多这种 AI 相关主题的在手上的人，现在看到哇价格掉了这么多，是要赶快来止损呢，还是你觉得说？这其实 AI 在未来它还是有它的发展性的，它还是有它的潜力的，大家可能还可以再稍微的先 hold 一 hold，再看看。我是觉得投资这种决策永远都是处于大家都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所以当你投资某一项股票的时候，你是希望就是说，或者你觉得它会增长到某一些市值，所以很多人投资的心态就是我买了这个一定会涨，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很多这些AI 相关的公司的股票已经涨了很多，它不是还没涨，它还是前景明朗不明朗问题，问题是它估值已经包括了未来的发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然后我们做投资，我们说 AI 泡沫，然后就是说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因为泡沫了或消失掉？其实你看回2000年的 .com bubble， 你也再看回过去很多个泡沫了之后的状况，往往都有生存者就会越来越强大。我就打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这个Microsoft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微软嘛，它是在泡沫的时候存活下来，反而因为泡沫变得更大，更有这一个市场的market cap market share， 所以一定会有失败者，也有存亡者。这些生存下来的就会变得更强大。问题是你会不会选到这一些我们叫做 winners 假如你是选错的，就这样子消失掉了，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好像当年的 AOL，对吧？所以投资者特别是散户一定要很注意到，除非你知道自己很肯定你买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未来的这个独霸天下的这个股票，要不然你要很小心。但是要怎么样去确认、去分辨哪一些都是独霸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像 NVIDIA 对，或者是 Palantir 对，这些公司其实最近很像股价也掉了。是对，所以这个就要考真的是自己的功夫。首先你要辨识那个公司本身的核心科技的那个价值是他自己创造的，还是他依赖某一些
公司提供的。假如他是自己创造的，他又有我们叫做 proprietary technology，这样他永远都会有他的那个价值的存在。假如他是附属的 derivative， 他就 derive 他的 value from 其他的这些公司的话，这些是 first to go， 就是一定先倒的。然后再讲就是这个 supply chain or value chain 最高端的，就是最前的 front end， 我们说 ChatGPT 跟 Anthropic，对不对？然后但是另一方面，你不要忘记，除了美国以外，有这个国家叫中国，中国也有很多很强大的这些自己的 AI model DeepSeek 啊等等等等，而且这里一方面是做 close source， 另外一个是 open source， 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当然我是觉得 AI 的科技的这个能力跟庞大的这个 power 呢，很多国家都希望有自己的把控，就是说完全 open source may not be the answer 啦。OK，but 它一定会多多少少要求这个叫做我们的 AI sovereignty。AI sovereignty 就是你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有的那种language model， 但是那个是大家想要朝向的方向。但是假如每一些国家落后，它没有这样的科技，它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它就会很依赖 open source 的这种 technology 这是我对整个 AI 的这个科技的一个看法。我也不是专业科技的领域的专业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趋势，你看，你就要分辨哪一些公司会有可能存活下来，哪一些一定会被灭亡。OK， 那既然您已经提到了中国了，虽然今天的这个题目，我给你的题目是没有中国了，但是既然你提到，可能我也要再问一下，因为之前其实我们都说中国的主题呢，可能都可以在自己的 portfolio 里面呢，你可以有个10%或15%对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吗？你觉得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我们要怎么样子看待中国的股市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公司呢？ OK， 那我可以跟观众讲的就是我们自己 Tradeway Capital 的这个组合投资组合架构，就是以2022、2023的时候，我们大概是80%-90%是本地马股，然后10%到20%是外国股。截止今日就是6月了，截止于6月尾。我们的外国的组合都上到了大概45%左右，55%本地当然剩下一些可能一些money market还是别的这个变化蛮大的为什么呢？45%里面的架构是怎么组合呢？有中国香港了，然后过后就是有新加坡，还有一些可能韩国还是别的国家都有，但是主要都是在我们时差能力范围内去投资的国家，就是美国跟这个欧洲我们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一个板块增加呢？因为主要是在科技的领域上，马来西亚还是算是比较 back end 的这个 technology。我们在走这个 front end 的时候，还有 mid end 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国家有这一种 exposure 的，这就包括了中国在内。所以中国本身你在它创新的板块，不要排除它的传统的领域，它创新科技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那一套了。OK， 很简单的嘛，你看今天在这个 AI 领域，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走向，芯片大部分都是华裔为主。然后这也黄仁勋对，黄仁勋，然后这个他的cousin Lisa Su，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个就 come back to华人的或者中国的那种教育，就是以科学、数学为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背景下，突然就有了这一个优势了。包括在华股，以前Silicon Valley 都是比较崇拜或者引用多一点这些商业天才创业者都是以色列的嘛，对不对？为主。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创办这些 AI 公司，创办很多都是华裔，所以这个就跟 algorithm 跟数学跟 programming 就有很大的关系了，跟教育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觉得中国是具备人才，在这方面人才最多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投资就在这一个板块增加了。OK，除了科技相关的主题之外应该说是除了中国 AI 的相关主题之外，即使现在机器人很像也是中国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这个也是中国人、华裔或者华人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包括在马来西亚在内。当一个领域很火的时候，每个人就冲进去。现在机器人听说在中国有大概150家
相对有规模的机器人，好卷哦，150家，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中也会有生存者跟这个灭亡者，但是到最后就是你要选对的，就是谁有那一个能力啊，管理层啊，还是那个科技的技术含量啊够高来 survive 啊，这个肯定是其中一个趋势啊，机器人是，其实机器人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公司会让机器人出来跳舞啊，打武功啊，打功夫啊，但是机器人能不能实际去做到一些可能商用的，比如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泡咖啡，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工厂里面工作，这个现在很像还距离这个目标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对吗？所以这个就是要不断的研发跟进步咯。为什么这一个新春晚宴上，他们就每次就给这些人跳舞？其实他想要展示给世界就是他的灵活度，他们研发出来的灵活度。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不是因为真的是要拿来把他们用为实际上的表演。但是假如你说中国的汽车领域在短期差不多过去10年我可以说突然起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特别是他们的这个 EV 车，主要是因为他们工厂很多都是自动化所以机器人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机器人可能只是一个这个自动化的手臂我们就是 robotic arm 啦，这一种东西，其实在这个 industrial 的 usage是有看到的，我们的确是有看到，而且很多这些公司都是往那一个方向先，因为那个是最容易赚钱嘛，commercialize 跟 monetize，就是说假如你家里有一个机器人可以照顾你帮你洗衣，还没有到那一个地步，但是我不排除以后会走向这个方向，所以也有这个说法吧。既然我们在谈这中国课题，就是以前他们说中国就是市场大，有人口红利等等等等，现在是印度的人口红利或者印尼的人口红利，这个中国就逐渐失去了。但是我有跟过这个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亿万富翁聊过天了，你还在讲人口红利，这个课题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说？中国都在用机器人建车来在 industrial user， 他少人多人，他也不需要依靠外劳，他都可以把整个 industrial production 做起来，这是他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见解也蛮独特一下。是所以现在如果还在讨论人口红利的话呢，可能就真的有点落伍了，对不对？好。说到这个中国的科技，其实中美之间都在竞争。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中国也有可回收火箭那提到可回收火箭呢，我们就来聊聊 SpaceX 怎么回事啊？它这个股价一直非常剧烈的波动一下子150，一下子200多，然后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呢是135低过 IPO price 了是吧？对啊，是主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看待这样子的一家公司呢 ？OK， 很难做一个估值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你买它的股票就是你相信它，然后它上市的时候，它主要是要融资嘛。它融资的时候，它就会把融资的这个 breakdown， 它要用这些资金给什么什么，然后你从那里你就觉得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公司就值得这样的钱讲到底，大家都是因为相信Elon Musk 的能力，他也做到很多很前卫。不管从以前的 PayPal 到今天的这个 Tesla， 然后 SpaceX， 它都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所以你基本上投资者的时候，你买的时候你是买那个 track record，但是我们要知道，到至今为止 SpaceX 还是亏损的，还是不赚钱的一家公司。所以你用传统的那种价值投资基本面分析你是找不到你要的答案所以话讲回来，好像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是绝对不会投资或者去subscribe to 这一种 IPO， 因为我只是在一个未来的一个期待嘛，对不对？万一他做不到怎么办？就讲一个更难听的，万一有一天Elon Musk 发生什么事了 ，SpaceX 还会这么值钱吗？我相信不会，至少砍一半吧，对吧？所以很多这一些股票。股市是一个融资的渠道，我们不要忘记，它不是一个赚钱或者打开财富之门的一个道路，它是一个融资平台。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股市。你给予某一些股票的这个投资，是因为你相信它可以给你一定的回酬 over a period of time。所以当你说新的 IPO 它有这一种估值的时候，你就是买。它在某一些时期之后会给你一定的回酬，可是这个时期是5年、
10年还是20年，大家就说不好说了。这件事是我听到身边的朋友有买入 SpaceX 他们都是基于一种信仰，对，觉得说反正我就买着放在那边，对，有闲钱的话可能可以这么做。对，如果你要在近期之内看到一些回馈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是，那是非常对的。是好。那其实也有看到你们 TradeView 最近很像也在扶持本地的中小型企业在上市，对不对？那其实因为刚刚你有讲到说你们的投资组合的改变，是你们对于本地的市场有更大的信心了吗？还是你觉得说其实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是蛮有潜力的？OK， 我一直以来都是推崇这中小型企业。TradeView 开始一开始创办公司的时候，我们投资的股票、上市的股票都是 small mid cap stock。中小型股，它不是大型的股，所以我们对于中小型股，甚至说在 pre-IPO 还没有上市之前的那一种资金的需求啊，成长的那一个步伐啊，甚至说它的公司的那个成长潜力啊，我们都是颇有一定的研究，而且这几年来我们公司都要超过了4年，要迈入第5年了。我们有一定的这个data 来分析，帮助我们去分析这一些公司的上市之前的潜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创办 Hada Model， 然后就有了这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这个基金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 pipeline pool 非常非常大。我可以老实跟你说，今天在你们节目上，可能很多观众不懂，然后可能就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新加坡很多基金在过去的3年都一直频繁的来马来西亚选中小型公司来做投资。他们就是来这里看了哪一些好的中小型公司我就投，这是新加坡的基金 ，OK， 大把钱，但是为什么不在新加坡选？为什么来马来西亚找马来西亚的企业？因为他们就看到了马来西亚企业有很多很好的成功的案例，再加上很多这中小型企业都已经是沉淀了20-30年，到了一个相对成熟，但是又对资本市场不熟悉，我要么可以把它带回去新加坡上市，那该多好。要不然我在这里投资了之后，我就可能在某一些成长了这个期间了之后，过后又把它转卖，所以这一个现象是非常非常频繁，很多观众或者散户或许不知道这件事情。OK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步入这一个领域，是因为中小型企业的潜力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很多都是靠自己成功。不是靠政府，不是靠津贴，而是靠自身的那种企业家的那种精神。这也是我非常崇拜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这些老板的原因。他们通过还没赚钱之前就很省很抠啊，我们叫做很抠，福建话就讲减下，就慢慢就这样子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也是稳扎稳打，慢慢这样子。但是在今天资本市场比较繁荣，甚至说比较先进的，其实它的融资渠道多了，它不只是需要依赖银行、大龙、家庭、兄弟姐妹来组一笔资金来做投资，其实它的融资渠道可以从很多专业机构基金来拿到，所以我们就看到马来西亚是有这个很大的机遇。但是现在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呢，确实也是遇到了不少的难题哦。在你今天来之前，其实我访问过几个中小型企业工会的主席也好，或者是领袖也好啊，大家给我的看法是觉得比较悲观，因为现在可能遇到了很多政府合规的问题啊，最低薪金制啊，然后又有 SST 啦，现在连租金都要 SST 啦，所以这提高了不少的成本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苦哈哈，甚至有一些中小型企业的领袖跟我说，有很多都已经倒闭啦，他们就已经决定要搬出去国外，或者把企业移走啊，等等，所以看起来是很像灰蒙蒙的一片。但是你今天告诉我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情况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两极的看法呢？或者是状况呢？所以从投资者方面，从基金方面，就是因为状况不明朗，然后很多中小型企业有这个资金的需求，我们的存在才变成了有价值嘛。了解就是因为他有资金需求，我们基金又想要投资他们，这一个时候就是很好谈的时候。假如他一片明朗，然后资金需求也不需要，我来跟他讲，嘿，老板，你给我投一点，我做什么需要？我资金雄厚庞大，我也不需要，我现金流又非常充裕，所以变成我跟他谈判的筹码反而就不够。
从基金的角度，现在是更加好的时候去有这一个谈判的空间跟这些中小型老板。但是刚刚你讲的另外一个课题，我想 highlight 的就的确，中小型企业在过去1-2年面对的挑战压力很多，是因为我们有 e-invoice 的 implementation 啊 ，SFC 的 expansion 啊，外劳薪资，然后 EPF 给外劳等等等等。但是最主要，我觉得还是马来西亚的银行系统跟体系的问题。马来西亚银行在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永远都在赚钱。大家要问自己为什么？不管你有疫情，就是100年一遇的疫情，他们也是 record profits。然后在这个俄罗斯战争的时候，跟这个乌克兰，然后最近这个伊朗，他们也是还是赚钱。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的银行系统跟体系都是已经是给予扶持或者资金那些真正不需要钱的人，然后或者公司的规模有一定的规模之后他才给，不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型企业。也因为这样子，他们知道他们给出的款收得回，所以他每一年都有这个盈利，然后非常好的。所以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永远面对的问题，并不只是外围因素了，外围因素、国内的因素，每一个国家中小型企业都是面对。但是马来西亚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银行已经不像50-60年前的银行。我怎么说？你50-60年前你走进这一个银行，那银行家看到你的公司有潜能，即便你规模不大，他都会给你一些资金，虽然是以贷款的方式，他相信你。他觉得你做得到，他就会给你。他有那一种，还是有那一种 support 一些企业让他壮大，因为他壮大了之后，他才是我的大客户嘛。今天不是，今天是，请问你这家公司有没有 corporate guarantee？ 是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以下的某一些这一个 subsidiary？ 还是你这个中小型企业公司短期内有没有上市的目标啊？然后你有没有某一盈利的这个水平？没有这个盈利的水平，或者你的现金流没有达到我的达标，你马上就申请都申请不到。我是说的是这个 commercial banks 了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才面对到双方的这个压力啊，就是外围国围因素，还有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那其实中小型企业遇到资金的问题，也都彰显出来，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往往都是靠自己。那他们有很强的韧性，对，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创意。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科技新创公司， 对不对？对。那你们其实你们投的会是属于比较是科技的科技公司这个板块呢，还是都有？我们都有，我们没有说只要是科技的中小型企业我才投，其他传统的中小型企业我不投。我最重要是看那个管理层还有他成长的一个理念 ，OK， 然后他有没有这个目标，要更上一层楼。我们最怕的是投到那种中小型企业，拿了我们的钱解决他的现金流的问题，然后过后一切安好了之后，就跟他好了我成长就到这里了，我也不想再 grow 了，我现在就是很满足我这样的现况。这一种中小型企业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是要那一些是有魄力，然后想要成长，想要更上一层楼，可能甚至走出马来西亚的市场啊，或者拓展新的领域。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 growth story， 所以我们给的资金是叫做 growth capital。所以只要我们给了 growth capital 的时候，它才有能力 go up to the next level。我们没有排斥任何领域的这个中小型企业。OK，其实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马来西亚是除了中国以外，中小型企业最具狼性的一个地方。其实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狼性不是一个负面的标签，它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小型企业的野心其实是还蛮大的。就是比起比如说已经是发展已经发展中已发展的国家，比如说台湾或日本或韩国，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比他们的那整个创业的气氛也好，研发的气氛也好，创新的气氛都好，好像都是比这些国家来得强的。我是完全赞同，因为很简单，有几个例子我跟你说。先说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最近不是说很多中国公司啊、中小型企业、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来马来西亚设立啊，然后开始抢滩啊。为什么他选择马来西亚？因为它的营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熟悉，让他们熟悉，然后他们觉得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要不然他是不会过来这里嘛。他可以选择可能一些他觉得有更加潜能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原因啦，法律体系框架很完善啊，等等等等。但是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创业的那个成本相对低。对，在马来西亚打工族要赚大钱有一定的难度，你可能去新加坡，你的机会成功更高。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你在新加坡要创业，
跟马来西亚相对的话，在马来西亚创业的机会成功率高很多，因为它的成本低。我每次跟人家讲，我在论坛上也讲过，3000块马币，你可以在路边开一个纳西勒玛档，有一天有可能会变成 Village Park。你在新加坡有3000块新币，你连一个小贩中心的摊位你都租不到，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比。我自己离开一个专业律师工作在新加坡，回来马来西亚创业，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很早的一个认知。我相信，假如我是在新加坡起步，我也做不到今天。所以你讲的是非常对，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家、创业家，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狼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在郭鹤年的传记里面，他有写到，在当年很多从中国下南洋，就是我们的祖宗，很多都是我们叫做经济蚂蚁 （economic ants），非常勤奋、刻苦耐劳。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小型企业老板之所以成功或者有一定的规模，他们是经历了很多风暴而存活下来20-30年了。所以这些老板的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交棒或者一代传一代传承的一个阶段，这也是很多中小型企业需要深化或者要更上一层楼的一个最佳的黄金时段。对，而且也只有我们的中小型企业逐渐的壮大成长之后，然后他们变成了上市公司，我们的整个马股才会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好，下半年马股有哪些主题是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的呢？ OK， 当然科技这个领域还是避不开，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现在你看那些业绩，我们看那些业绩都是跟这个数据中心有关系的，任何跟数据中心有关系的这些企业cabling 啊construction 啊 M&E 啊 engineering 啊等等等等，只要跟数据中心有工程的，他们的业绩都非常好，因为这些数据中心的项目实实在在在跑。OK， 所以这个板块你不能忽略了。当然另外一个板块是你要从防御性的板块去看，受你的水电公司，这些都是给到你很好的这个防御性，不管打仗啦、经济好经济坏，水电还是一个必需品，就是一个供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的那个现金流也是会持续的保持健康，所以这些都是相对比较稳一点的这个 sector 我们在看。假如你说消费类的，我们说消费有分两种，一种叫 consumer staple， 一种叫 consumer discretionary。consumer staple 我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就是说毕竟是每一天都需要的。But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大家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你有闲钱你才去花，你没有闲钱你不花的。你可以说打个比喻，你的衣服类啊，餐饮类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consumer discretionary， 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毕竟inflationary pressure 的确是现在这个通膨的问题的确是一直都在持续，然后我们可以消费的，就是我们的 access purchasing power 的确是有下降，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也会回避。了解。接下来其实有一个现象我想要跟祖翰聊一聊的，就是最近我看到 Grab，他跑到台湾去发展，他的业务拓展到台湾，所以就有人觉得说，我们东南亚的公司其实也可以到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到这些先进国家去投资。当然，现在 Grab 是新加坡的公司啦对，但他的现在母公司在新加坡了但他是就是起源于马来西亚，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幻想，觉得说，哇，现在我们东南亚的公司是不是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已经进军到了这个。就是已开发国家、先进的国家了。你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吗？这个就要看有没有多少个公司和企业有办法茁壮的成长到像 Grab 这样子。Grab 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他可能或许觉得短期内在东南亚的业务已经饱和了，所以他想要走向别的，他觉得可以有成长空间的市场，或者他可以从中有利可图。它发展到台湾是一个好的一个政策与否，我们还不懂，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它是雄心勃勃嘛。我们马来西亚一直都有，但是以出口方式去做，而不是自己去那里拓展业务，在那里设立另外一个企业做大起来，相对就是以出口的方式。马来西亚历史以来都是有，但是我要再看回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富豪榜50个里面，真正在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业务插旗又成功
从马来西亚除了国和年，我想不到其他的更加多的，有一些好像 Mega First Corporation Berhad 的老板，还有一些业务上，他们的确是有，但是算是少数 ，OK， 还是少数。然后，假如你认为亚航是做到不错的，它也是一个走向东南亚的，虽然它经历了很多这个波折，它当时候也算是走这个 regional business 最早的一个虽然它的业务还有收入并不太理想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企业家中小型公司老板都是有这样的野心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你需要资金。OK， 所以只要你不够资金，你不会想要走出去，你只会想要把现况先做好，满于现在的情况，然后存活下来，那会是你的短暂的一个目标。只有到你有一定的庞大的资金规模或者健康的现金流，你才会考虑到别的国家去拓展。OK， 好，所以大家不要看 Grab 很像有一点点的动作，就觉得说我们东南亚的这些公司已经够强了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 AirAsia 亚航所以我在最后想要请教你，就是航空跟旅游的主题，因为像我们看到油价也是波动嘛，这个是不是也要注意呢？那肯定，我们 Trade Capital 其实我可以说我自己在内了，就我一直以来都不倡导投资这个航空公司的 OK，这个是当然是高风险嘛的确，而且很多因素不受控特别是油价。然后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也是受到巴菲特的影响了，读他的书，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投资这个航空公司，但是我的其中一个基金经理今年就投进了SIA也拿到不错的回头了，就是新航了。OK 新航算是一个经营又好，然后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 international hub 嘛，就是很多人在新加坡转机，然后它的管理得好，所以只要它在那个油价方面有做好 proper 的 hedging 的话，它其实还是会非常有很好的这个盈利的看头。所以除了 SIA 以外，基本上什么航空公司我们一律都是回避的。OK， 好，那整体上你觉得说马来西亚的投资人在自己整个投资组合上面是不是也要像你们这样子做一些调整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多多少少做一点调整，因为马来西亚毕竟现在又有了我最不喜欢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政治。我一直以来说马来西亚什么好，什么都好，就是政治不好。我们的食物又好吃，人又好，天然风景然后这个法律的框架等等，天然资源又多，对不对？然后生活的那种生活的素质相对很多发达国家都来得好，唯一不好就是我们的政治情况。OK， 好，今天非常感谢祖翰来到我们节目分享这么多，很像很多问题本来都不是在我的提纲里面，我们就是聊到哪里是哪里了这样子也还蛮不错的。好，希望很快时间可以再邀请到祖翰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OK， 好，谢谢你。那不晓得大家对于祖翰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都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去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